法国总统马克龙此前曾多次释放较美西方国家更为缓和的对俄态度，并表示击垮俄罗斯从来不是法国立场。俄乌冲突爆发1周年之际，据美国《华尔街日报》的爆料，英法德3国还曾私下建议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对俄和谈，却遭到后者拒绝。一位法国高级官员对《华尔街日报》透露，如果战争以这种强度持续下去，乌克兰的损失将不可估量，欧洲和法国也将无法承受相应代价。据美国《华尔街日报》24号报道，尽管法国总统马克龙公开呼吁发动军事攻势，让俄罗斯前线后撤，为恢复谈判开辟道路，但他私下建议泽连斯基做出艰难的决定。报道援引知情人士透露，本月早些时候，在巴黎总统府爱丽舍宫共进晚餐时，马克龙和德国总理舒尔茨告诉泽连斯基，他需要开始考虑和平谈判。一位法国高级官员对《华尔街日报》透露，如果战争以这种强度持续足够长时间，乌克兰的损失将变得令人无法承受。在本月中旬举行的慕尼黑安全会议，在西方国家的推动下，毫不意外地成了一场批俄大会。相比之下，马克龙却释放了相对和缓的信号，称俄乌双方都无法获得完全胜利。他还说了一句大白话：谁也无法改变俄罗斯的地理位置，它永远都在欧洲大陆上。马克龙认为，目前与俄对话的时机尚未到来，但反对通过对俄政权更迭来解决俄乌冲突。他还表示，俄乌冲突的根本原因是欧洲和俄罗斯都没有正确消化1991年苏联解体后结束的冷战结局。实际上，西方内部是现在越来越分裂了啊。这个好像团结来支持乌克兰，那当然只是一种暂时的一种姿态，但是内在啊，对于能不能够打赢啊这一场战争，能不能够削弱俄罗斯，甚至削弱到什么程度，他们有很大的分歧。德国社会也对俄乌冲突抗日持久表达不满。据德国法兰克福汇报25号报道，德国首都柏林当天爆发大规模抗议示威活动，上万民众聚集在勃兰登堡门前，高举谈判而非升级，用外交官代替手榴弹等标语，反对西方向乌克兰提供武器，呼吁通过谈判的方式和平解决冲突。根据组织者的说法，此次抗议活动有多达5万人参加。抗议组织者在其网站上写道，谈判并不意味着投降，谈判意味着双方做出妥协，目的是防止数十万人死亡或更糟的结果。这是我们的想法，也是半数德国人的想法。Wir wissen aus vielen Umfragen in Deutschland aus den letzten Monaten, dass die Mehrheit der Bevölkerung wünscht, dass dieser Krieg beendet wird und dass man sich darum wünscht, dass endlich verhandelt wird und nicht immer mehr Waffen geliefert werden. 此外，英国首相苏纳克上周也制定了一项协议蓝图，该协议将使乌克兰在冲突结束后能够通过更广泛渠道获得先进的军事装备、武器和弹药以进行自卫。苏纳克表示，该计划应该列入今年7月北约峰会议程中。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英国官员告诉《华尔街日报》，北约峰会必须向乌克兰提出明确的建议，同时也是为了让泽连斯基在国内取得政治上的胜利，让他可以以此作为谈判的动力。针对英法德提议，乌克兰副外长梅尔尼克表示，这是良好的第一步，但是基辅需要明确得到不排除加入北约的承诺，这是实现持久和平的唯一解决法。此外，俄罗斯外交部当地时间24号列出了通过外交途径解决俄乌冲突的条件，其中包括西方国家停止向基辅援助武器和雇佣兵，以及乌克兰在实现非军事化后恢复中立。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泽连斯基当天被记者提问，如果俄罗斯总统普京来到谈判桌前，他是否会加入由土耳其斡旋的谈判？泽连斯基回答称：“我不接受。”俄乌冲突啊，现在呢到了一个1周年，甚至也是可能是一个转折点的时候因为所谓的春季攻势即将展开，而乌克兰呢这些豹式坦克啊，西方给它先进武器也到位了，所以干一场战场上打不赢的，谈判桌上是拿不回来的。直到明年，因为俄罗斯要大选3月份美国呢11月份要大选，所以这个政治周期尤其是美欧之间的团结能够支持多长时间，这个很大程度是决定了这个俄乌冲突的一个重要的一个走向。和谈无望，欧洲理事会轮值主席国瑞典24号晚宣布，欧盟各成员国批准第10轮对俄罗斯制裁措施。就在第二天，波兰国营石油公司奥伦石油宣布，俄罗斯已停止通过德鲁日巴输油管向波兰输送石油。该公司总裁欧巴吉特表示，对此已经做好准备。该公司目前只有10%的原油来自俄罗斯，并将以其他来源的石油替代。
就在俄暂停对该公司输油的前一天，波兰总统杜达证实，总理莫拉维茨基对乌克兰首都基辅进行访问，并带去了首批豹式主战坦克。波兰是首个提出向乌克兰提供豹式主战坦克的国家，当局未说明交付的坦克数量，但波兰早前承诺将会向基辅提供一个豹式坦克连。分析认为，这正是俄罗斯将波兰拿来作为对西方制裁进行反制开第一刀的重要原因。那现在整个欧盟的政治都有点像这个中东欧的倾斜，尤其是波兰，它是这个中东欧里最大的国家，它以这个地区大国自居，以这个反俄的英雄自居啊，实际上也就亲美，把美国的力量呢更多的纳在欧洲的安全架构里边，来提升自己的这个话语权。相关话题来连线特约评论员陈斌。陈先生您好。中国提出解决乌克兰危机的12点立场文件，法国总统称赞这是中方为推动危机解决做出的务实努力。那您认为俄乌冲突能够政治解决吗？主持人好，中国提出12点政治解决方案以后，引起了全球的热议，包括美国总统拜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都出面表态。尽管呢各国的意见并不一致，但是一个基本的取向是，中国方案是解决俄乌冲突的灯塔，俄乌呢打下去对谁都没好处，包括美国呢也认同中国提出的核战争打不得这样的观点。我们呢来先看冲突双方。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说呀，他相信中国会站在正义的一边，推动政治解决危机。俄罗斯外交部表态，俄高度重视中国朋友通过和平手段为解决乌克兰冲突做出贡献。可以说呢，双方都表达了和平解决争端的主张，只是呢各自开出的不同条件。再来看另外一个重要的涉事方欧洲，中国方案发布以后，法德英3大欧洲北约国家呢敦促乌克兰与俄罗斯恢复谈判。法国总统马克龙显得更迫切一些，宣布呢将在4月初访问北京，呼吁中国建设和平，为俄乌冲突和平解决做出努力。可以说呀，除了美国，其他涉事方都有尽快结束冲突的愿望。为什么呢？因为打不起，再打下去呢，各自的损失就更惨。先看俄罗斯1月份的财政赤字呢，占比是去年全年财政赤字的50%以上。也就是说呀，俄罗斯恐怕只剩下6个月的战争时间了。如果今年夏天还不能停战，那麻烦就大了。普京呢也承认，俄罗斯目前呀处于最艰难的临界时刻。乌克兰不用说，自己呢无力支撑战争，只能伸手向美西方要钱要武器。最近呢也遇到麻烦，要的先进坦克呀只给了一小部分。美国呢更是说明年初才能提供 M1 主战坦克。对于 F-16战机，美国呢干脆拒绝了。乌克兰要钱要武器，现在是越来越难了。那么欧洲经济又是如何呢？欧盟最强国家德国经济形势呢比预计的更为糟糕，持续的价格上扬以及能源危机给德国经济呢造成了极大的负担。按照传统经济学理论啊，这个德国呢已经陷入技术性的经济衰退。援乌抗俄获利最大的呢是美国，但主要呢是从欧洲赚钱，要欧洲买军火，买美国的高价液化天然气等等，还要呢通过补贴政策吸走欧洲企业和投资。现在呢70%的欧洲人都反对军援乌克兰，要求谈判，而不是去送武器去打仗。近千万乌克兰难民呢更是这个欧洲国家的巨大负担。这打仗呢就是拼经济，经济不成了，这仗就难打了。那么剩下的选项呢就是停战谈判，减少损失。中国方案呢聚焦劝和促谈，先做到谈判桌上，再谈具体条件。所以我认为今后中国和俄乌和欧洲其他国家的交往呢将会活络起来，为结束军事冲突共同努力。期间呢也可能会吵架，也可能出现反复，但逐渐走向和平呢是必然的。中国方案的魅力呢也会得到更多国家的这个支持和认可。